大家好，今天要跟你分享一个超实用的工具 Forecaster AI Agent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交易版的 ChatGPT， 专门帮你分析市场、股票和指数，还能透过历史统计来推演未来的走势。最棒的是，你不用再花时间去拼凑零散的资讯，它会直接帮你把重点整理好，让你更快掌握行情。要特别强调的是， Forecaster 并不是那种只给你未来预测的典型交易工具，而是能提供指数和公司全方位的概览，包括销售额、净收益、本益比等关键数据，帮助你更全面地理解市场。好，现在直接进入 Forecaster 的界面，网址我会放在说明栏。我们来看 NVIDIA 的数据，在 NVIDIA 的 Overview 这里，它用同一套框架帮你把市场叙事、商业模式、竞争格局、供应链与客户、未来预期、风险点、定性评分和投资者情绪一次整理好。目前主轴仍是 AI 资料中心扩张，多头看的是 GPU 加上 CUDA 生态系的护城河与现金流，空头担心的是高估值、周期性、出口管制、客户集中与竞争加剧。这份定性计分卡给 NVDA 的总分是8分，满分10分，整体评价是偏正面，但也提醒有接班风险和收入锁定度不高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当成快速做功课的入口。这张图涵盖过去5年的区间，把股价与营收放在一起对照，你会看到 NVDA 的股价整体呈现长期上涨趋势，中间虽然有几段明显的回撤和震荡，但长期走势非常强劲，营收同样持续增长，这更像是基本面推动的成长，而不只是估值或情绪膨胀。切到净利，你会看到 NVDA 2023之后是有含金量的成长，赚钱能力也跟着加速。再来切到本益比， NVDA 这几年的估值波动很大，本益比最高约 149.8， 最低约 34.6， 显示市场对它的定价曾经大幅扩张，也明显收缩过。2023年附近本益比冲到高点，多半是市场先把成长预期定价进去，后来本益比回落并在较低区间震荡，通常代表获利成长跟上了，甚至跑得比股价还快，所以估值被基本面消化掉了。简单说，本益比高代表市场期待高，回落不一定是坏事，可能只是获利把估值消化掉而已。切到股息，你会发现 NVDA 股息一直都很低，只是今年小幅上调，代表它走的是成长股路线，不是高股息股。现在切到季节性，这里看 NVDA 各月份的历史胜率和平均报酬，但它只是统计参考，不能单独拿来当进出场依据。这张是季节性走势图，红线是今年走势，橘线是去年同期间的路径。另外，系统也会抓出像2019这种跟今年走法最像的历史年份做对照，让你快速判断接下来这段时间在历史上偏强还是偏弱。但这些都只是统计参考，不是预测。Correlation 这里是在比对近60个交易日的走势跟历史哪一年最像。像现在显示2019的相关性 76%， 就是今年更像2019，而去年只有 56%。接下来我们切换到 Projection， 也就是历史相似走势推演。这张 Projection 是用最近这段走势去找历史最像的案例，蓝线是最像的单一案例，绿线和红线分别是多头和空头案例的平均路径，但这里多空几率各半，所以推演属于 weak。 下面的相关过去事件就是系统抓到的相似案例清单，分成偏多跟偏空两类，每一列会告诉你这段案例从哪一天到哪一天，以及期间的报酬、最大回撤跟最大涨幅，让你快速评估这次推演的风险和报酬范围。现在我们切到超买、超卖这个界面，这里的核心是用 Market Mood Meter 来快速看市场情绪是在偏恐慌卖出负100，还是偏 FOMO 正100。它是把 Advanced DPO、Wyckoff、Speed 这3个指标做平均后得到的综合情绪分数，越接近负100代表越恐慌，常接近底部；越接近正100代表越贪婪，常接近高位。目前 NVDA 的市场情绪是中性，代表不偏恐慌，也不偏追高，整体比较稳定。Advanced DPO 这里橘红代表偏热，
绿色代表偏冷，而现在这段是蓝色，意思是价格落在相对正常区间，没有特别贵，也没有特别便宜，偏中性，先观察。下面就是 Advanced DPO、Wyckoff、Speed 各自的结果。Advanced DPO 看超买超卖，Wyckoff 看供需跟背离，Speed 看趋势动能快不快。我们现在切到 Fundamentals 基本面，这一页是 NVIDIA 的基本面快照，显示它属于科技半导体行业，并且是多个主要指数的成分股，反映其在市场中的重要性。事件时间点方面，下一次财报将于2026年2月24日公布。股息方面，年股息为0.04美元，殖利率仅0.02%，代表它不是靠配息吸引投资者，而是更偏成长型资本配置。同时，股东总回报率为1.23%，把股息与回购等回馈方式一起纳入。估值方面，它最近1年每股赚4.06美元，本益比约47倍，显示市场给予成长溢价，也反映市场对未来成长仍有较高期待。这里是 Fundamentals 里的估值模组，系统用 DCF、Peter Lynch、EVA、EV Sales 4种方法估算合理价格，再计算出平均合理价与现价对比。以目前画面来看，现价约191，平均合理价约267，也就是现价比平均合理价低了约39.79%。换句话说，从这些估值模型来看， NVDA 目前处于低于合理价的区间。简单来说，这张图透过多模型对照，帮助投资者快速了解公司的市场定位与潜在投资机会。Solidity 也就是财务稳健度，这里主要用3个指标快速检查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和财报品质。这张图展示了价值创造的过程，左侧显示了流通股数的变化，而右侧则将营收、净利、自由现金流和毛利换算成每股来分析。总体来看，每股的财务表现越来越好，但我们也需留意股数变化的影响。此外，股东总回报率有所下降，这提醒我们要保持警觉。最后，系统对公司的总结是韧性，显示出公司在面对挑战时仍能保持稳定的表现。这张 Revenue by Products 是在看 NVDA 的营收来源结构，左边是2021到2024两大产品线的营收与占比变化，右边是2024的快照 Compute and Networking 约 60.62%， 约 30.51B，Graphics 约 39.38%， 约 19.82B， 显示营收重心偏向资料中心相关业务。接下来切到 Political， 这里整理的是美国政要对 NVDA 的买卖记录，上面用柱状图标出每笔买进或卖出的金额，下面表格列出是谁买或卖、交易日期和金额区间，让你快速掌握政治人物资金动向。接下来我们切到 News， 这里是 Forecaster 帮你把最新的 NVDA 相关新闻做整理，上面是 AI Agent 的重点摘要，下面是各家媒体的原始新闻连结，让你快速抓到近期利多利空跟市场情绪变化。另外 Forecaster 首次注册就有免费7天试用，可以先体验再决定要不要用。今天我们用 Forecaster 快速跑过 NVDA， 从基本面、估值到季节性和情绪指标做个总览，也提醒你，这些工具都只是辅助判断，最后的决策还是要搭配自己的风险控管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内容，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